2024才刚刚开始，社会上已经出现了4个反常变化，大家发现了吗？第一，年轻人买手机的逻辑变了。以前过年换新手机，很多年轻人追求苹果 iPhone， 认为不仅是系统领先，还认为有额外的面子，超出了一台手机本身的价值。所以往年12月，苹果 iPhone 都会迎来一大波增长。但今年变了，整个2023第4季度，苹果在中国市场的营收出现了 13% 的下滑，市场份额相比2022年的第4季度，苹果 iPhone 也下滑了 8%。是大家都不换手机了吗？当然不是，年轻人开始转向华为、小米，尤其是华为，市场份额已经从2022年的 8% 增长到了 12%， 只用了1年时间。第二，年轻人买衣服的逻辑变了。以前过年买新衣服，年轻人追求进口奢侈品，追求西方元素，认为西方的就代表潮流，还更有面子。要知道，过年大家都回家，面子是一项工程。但现在变了，大家新年买新衣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，品质和性价比成为主要选择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拥抱国产，最近大降温，羽绒服卖爆了。但你会发现，并不是大鹅、北面等进口有多大的增长，反而是波司登、丫丫等国产。第三，年轻人买汽车的逻辑变了。以前追求进口汽车，丰田、本田、日产车可以说是风靡国内市场，但现在你会发现，这些日系车突然不吃香了。过去1年，几乎所有的日系汽车全部下滑超 20%， 现在整个日系车在中国市场份额仅剩 17%。另一边，大家不是不买车了，而是转向了国产汽车。比亚迪1年卖了302万辆，长安、吉利等都是2位数增长，还有现在的新车企、理想、蔚来等增幅都是2位数以上。所以不是大家不买车，而是大家不再认为进口车更领先、更有面子，而是发现开国产车反而更加自信。第四，年轻人过新年的逻辑变了。以前年轻人返乡过新年，要准备新年份子钱，那时候都追高，认为越高越能体现过去1年自己发展的有多好。今年很奇怪，不少年轻人开始在一起商量降低标准，认为这只是一个过年的仪式感，有年味就好。同样，以前不少年轻人过年喜欢国外游，今年也变了，大家都愿意回老家过新年。问了一圈身边的朋友，大家的观点几乎一致，认为以前觉得国外的风光好，现在发现国内的大好河山一点也不差。所以你看，今年的哈尔滨出圈，不少中小城市都火起来了。不得不感叹，年轻人的消费风向转变了。这4个现象看上去很反常，实际上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变化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理性和自信，拥抱国产，拥抱传统文化，看清了消费的本质。这也意味着消费和自信正在回流。2024年我们将迎来一场消费的高质量发展。大家觉得呢？